大家都低估了中国拥有非常优质、廉价，但是有教育素养的人力。中国跟现在大家一直狂吹的印度有个根本不一样，中国是单一体制国家，它拥有高的识字率，只要它能识字，只要它有基本6年到9年国家基础教育，它就是相对能够使用的初级良好劳动力，而不是未开化劳动力。所以当时台资、侨资、台商、侨商大量到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去，把整个给拉起来，这个带动了全球化的最后一块拼图。美国没有任何一点的承诺，没有任何一点的诚信，换个总统就跟翻书一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打关税战、贸易战，中方梦可以到底，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关税战开打，我把它定义为中美正式决战。中国渗透到全球化的方法就是大量生产，并且一定程度的进行产业链布局，把更多的盟友带进来。在这个体系，中国也摆脱不了美元霸权。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一直无法真正意义上脱钩断裂，一个掌握的货币，一个掌握的货品。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两岸路势是全球化最后一块重要的拼图。台湾有资金、有人才、有技术；中国有市场，当市场不够成熟，但是有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的土地、强而有力的政府，极为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个事情彻底的改变了21世纪当代的人类历史。如果我们再把历史往后调转 maybe 30年，到了2050年之后，我们再回头过来看现在这段历史，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对当代的刻画是非常深刻的。它代表了 WTO 正式完成了它的功能，所以当时诞生了一个新的概念 Great China 大中华圈嘛，我们又称之为两岸三地有时候会讲两岸四地，因为澳门比较小。为什么我说这改变很重要呢？因为从这时候开始，巨大的市场、巨大的改革，中国的快速井喷式的发展，从廉价最基层的代工，当时呢2000年开始有一大批的台湾传统产业，包括制鞋的、做衣服的、做包包的 Nike 的代工厂啊、艾迪达的代工厂、Puma 的代工厂，全部就到了中国，主要到珠三角非常的多，形成了大中华区叫陆港澳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模式以前美国推过，他在日本推过，他在台湾、韩国推过，所以台湾的现象叫什么？当时的说法我们叫做经济奇迹，对不对？台湾前烟角木，韩国叫做汉江奇迹。在日本呢，他们这个经济有所谓的经济狂飙的1960年代，然后接下来就一路飙到1980年代，这个都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那这些推动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日本、南韩、台湾，甚至一点点的新加坡跟东南亚，包括有后来的所谓亚洲四小虎以泰国为首的亚洲四小虎，这些的体量都不足以跟中国大陆做起提及。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在看待全球贸易的时候，为什么川普是一个完全的盲点。他不是白痴，但他的视角有死角。赖清德也不是白痴，但他的视角有死角。中国大陆加入了全球化这个概念它让整个全球化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变。首先第一个，大家都低估了中国一件事情，中国拥有非常优质、廉价，但是有教育素养的人力。我当然知道很多人说，哎呀，中国人没文化、没文明，什么吐痰什么的这是其次，重点是我们评估劳动力能不能用，有没有文化素养，其实最基本的评估点不是他的卫生习惯，我们看的点是一个东西叫做识字率，识字率才是这件事的根本。所以两岸路势，台湾台商大量的带动了早期中国的一个发展，还包括什么？从东南亚来的侨资、华侨资本，所以当时台资、侨资、台商、侨商大量到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去，把整个给拉起来，这个带动了全球化最后一块拼图。为什么？因为中国跟现在大家一直狂吹的印度有个根本不一样，中国是一个单一体制国家，它拥有高的识字率，去文盲化，它不一定是熟练工，它不一定是技术工，但是只要它能识字，只要它有基本的6年到9年制的国家基础教育，它就是一个相对能够使用的初级的良好劳动力，而不是什么未开化劳动力。今天非洲人口多得一塌糊涂，印度人口多得一塌糊涂，但为什么他们的劳工素质低落？因为不识字，不识字无法教育或者是他的教育的程度低落，你要推进他的劳工素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一轮的全球化事实上是美国从来没有预想到的。他们在日本、在韩国、在台湾，甚至在东南亚取得的那一些所谓的全球化产业分工的成功他
他们把它复制到了中国大陆去，再加上我们刚才讲到的台资、港资、侨资、台商、港商、侨商的共同推动作用之下，中国快速的站起来，然后它的政府非常的有效率。尽管在2000年代的时候，江泽民领导下，大陆的贪腐状况是非常严重，但是贪腐的增长速度比不上经济起飞的速度，所以这个贪腐是可以被容忍的。其实相应的状况也有在台湾经济起飞之后，在李登辉时代进入了大黑金时期，因为油水太多，所以那个黑金片的经典名言叫我们的政府很有钱，它的背景就在这里。比如说屏东人永远都知道的武则元在屏东搞了一堆超级华丽的灯，就是在捞钱嘛。所以这一些整个的逻辑覆盖之下，中国成长起来，而中国成长起来的时候，政府是有意义的进行产业的升级，这一轮升级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然国际也有一些气候条件，比如说呢，美国被911恐攻2001年的时候嘛，所以美国忙着去反恐啊，所以呢，美国虽然有一些有识之士提醒了美国的政府说，大陆改革开放从1989年天安门之后进入了新一轮加速，而2000年入世之后，那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了。但是呢，我们现在都忙着在反恐，我们真的不要理他吗？不要打压他一下吗？布希政府是有想过，但是没空啊，忙着跟宾拉登在打仗啊，后来又忙着去炸伊拉克啦，太忙了，他没时间理你。结果就是中国抓住了这个窗口，急速的发展起来。所以大陆同学的说法就是国运窗口。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说全球华人是一体的吗？在这里面如果没有侨资、没有港资、没有台资，而后陆资是不会成长起来的。我们今天被政治分裂到这种程度，我是很心痛的。我作为一个全球华人的一份子，我看到今天民进党这样操作两岸的仇恨，我是很痛苦。所以回到那个 moment， 这个全球化根本性质的改变了整个世界运作的底层逻辑，以及中国太大，所以所有几乎全品类品项你都找得到，而且它不断进行产业上下游升级，它不断进行产业横向的扩展，所以呢变成完整的产业链，变成上下游完整的产业链。那它这些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在这一轮的全球化推动之下，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岸外包。本来这个是拜登政府提出来的概念，但是真正早就在落实的是中国。中国从奥巴马时代开始对中国提防，开始有意的加征关税壁垒，到了川普第一任期开战，到了第二任期拜登更加严重，所以大量的中国厂商就到海外去投厂。比如说他在墨西哥建厂，利用所谓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把杯子卖到墨西哥，重新贴个标签过去，可不可以？不行，这叫洗标签洗产地。那怎么做呢？我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拆开，我这个杯子我可以拆成把手、盖子，盖子上面还可以拆得更细，它有细胶垫、吸管头、这个铁环，还有外层、内层结构，我把全部都打散。当我把这些元素拆散到墨西哥组装起来送到美国的时候，请问它是洗产地吗？不是吧？全世界上都一样哦，组装当地极为主张的货品，所以这就是个巨大的全球转口漏洞。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关税作为武器侵犯各国正当权，中方不愿意打，但也不怕打。打关税在贸易战，中方奉陪到底，一贯立场是谈，大门敞开，但对话必须基于双方尊重的基础上，平行基础上打，中方也奉陪到底。因为上一次18年的时候，吃到了最大的历史教训，就是美国没有任何一点真诚，没有任何一点的承诺，也没有任何一点的诚信。换个总统就跟翻书一样，更别说总统本来就翻书。川普今天翻，明天翻，第一任期他还有建制派的外套，他还会守一点；第二任期他根本已经放飞自我，他想干嘛干嘛。结论就是，那我就大量的有岸外包，我就跳板嘛。那跳板的话，如果你对全世界都是10%，然后你对中国是125%，那也不过就是让跳板继续进行而已。所以这个政策必然失效。但是这个背后的深层理路，是因为两岸入世所推动的深度全球化，而这深度全球化原因是因为中国拥有完整的而且细项各种分类的产业链。我们今天的全球化已经蔓延到所有国家的四肢百骸，任何地方打开你都会发现里面都有中国制的成分。它可能那个产品没有，但那个机台可能来自中国，或者那个产业链的某一个要素来自中国。中国的直接全球工业贡献值在3%左右，但是它所辐射出去的间接影响力不是数字上可以体现。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轮贸易战打到现在，中国的底气在哪里？我绕个道就进去了。你只要不是全球关税贸易战，所以我刚才讲说这一轮全球化是中国长期发展的结果，透过在美国不断的创造 IP， 然后再把这些 IP， 包括可能是房地产 IP、球队 IP， 或者是呢企业 IP， 企业 IP 就很多嘛，微软、Apple、特斯拉，那些都是虚高报价。特斯拉可能呢它的赚钱能力是100块，可是它的股价可以卖到1000块、1万块，却
确实是很强的公司，但没有强到股价需要那么高哦，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全球化的结果是创造一个经济种姓制度，一级美国是永远的婆罗门啊，它还可以拉上欧洲，如果好的时候，不能拉上欧洲的时候呢，欧洲是第二等萨地利，然后呢第三等就是中国台湾这个第一岛链，除了日本之外，日本呢一般会进入萨地利，但是进不了婆罗门，是废色。那些原料提供国啊，扣除那一些呢西方先进的国家盟友，比如说澳洲啊、加拿大这种原材料生产地，像非洲、南美洲这些国家就沦为最底级的手陀螺。它这个是它原本的 idea， 这个 idea 里面，美国掌控了资金，掌控了技术，然后呢这些代工厂它的产业升级跟它的扩产规模完全受到美国资本的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透过交叉持股、海外持股或各种方式，甚至透过培训政客，甚至渗透，比如说 USAID 养了像沈伯洋这种人，在各国政局翻江倒海。但是因为中国体量太大，聚沙成塔，还有中国资本是掌控在政府，不是掌控在企业身上，企业掌控部分，但是政府掌控主导。还有呢，中国老百姓不爱玩股票，中国老百姓热衷买楼存钱，所以这种体制上的差异、文化上的差异，让美国发现一个问题，本质并没有办法控制中国。为什么开这张图给大家？这就是现在全球化的本质嘛。反而中国借由这样的规则，借由世贸组织渗透到四肢百骸，本来美国规划从上到下的阶级也被中国默默釜底抽薪改变。中国到了非洲造桥铺路开公司，因为中国企业看重的是长久的发展，我在那边造桥铺路会降低我的成本啊，长期下来我推进教育，消除疟疾，长期下来对我在当地的经营是有所推进的。中国渗透到全球化的方法就是大量生产，并且一定程度的进行产业链的延伸、转移、布局，把更多的盟友带进来。所以其实习近平对于美国的领导人来讲是非常危险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关税战开打，我把它定义为中美正式决战。因为在这个体系的同时，中国也摆脱不了一件事情，叫做美元霸权。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一直无法真正意义上脱钩断裂，一个掌握的货币，一个掌握的货品。中国也在试着降低美元的存在感，所以这几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当中，又多了一个东西叫做金砖国家 Plus。金砖国家 Plus 里面呢，重点在大量的以物易物、以货易货，再加上本币互换协定。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中国跟你买原材料，然后你跟我买商品，货价值等值之后，我们就直接交换就好，不需要经过大量的金流，所以它就跳过很多美元交易的部分，加上人民币的币值是很稳定，中国政府也不轻易的去挪动人民币的币值。反观美元，每天坐云霄飞车上下。川普上来，但是坐火箭飞上去又掉下来，飞上去又掉下来，每天都在自由落体，谁受得了？所以黄金爆了嘛，债券爆炸了嘛，殖利率飙高，所以这一次美国是输得顶透底了。川普那篇文章相当于是给所有人打上了一个我美国再也不是负责任的超级国家。